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下一秒就在现实中以一种巧到令人发毛的方式应验。这不是偶然，这是宇宙后台的数据交换。当你频繁看到11点11分，或是刚想起某人，他的讯息就跃然于荧幕之上。常人称之为巧合，但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观察者效应的显化。心理学大师荣格将其定义为共识性 synchronicity， 一种非因果性却充满意义的平行连结。你的内在心理状态与外在的物理宇宙在某个节点达成了共振。从神经科学来看，你的网状制动系统 ROS 就像是一个超级搜索引擎演算法，它过滤掉数十亿位元的无用信息，只为你呈现你潜意识中最关注的关键字。我们眼前的坚固世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幻想。原子内部 99.999% 都是空无一物的几率场。这个空正是道家所说的无，孕育着无限可能的宇宙矩阵。著名的双缝实验告诉我们，在没有被观察之前，粒子以波的形态存在于一切可能的位置。是观察这个动作，迫使波函数塌缩，成为确定的物理现实。这意味着，你的意识就是这场宇宙模拟的渲染器。你不是走在一个预先设定好的世界里，你是透过你的感知，一步一步将世界算出来的。神经科学与禅宗在此交汇。道可道，非常道，那个无法言说的道，就是宇宙最底层、最寂静的作业系统。你的思想是电，情绪是磁。你的心脑协振场无时无刻不在向外广播出一组特定的加密频率，这就是你的灵魂签章。当宇宙后台检测到频率匹配，它就会绕过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对应的数据包精准投递到你的物理坐标。这就是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之源。那种不可思议的巧合感，其实只是你清醒时的表层意识猛然撞见了你深层潜意识庞大带宽的瞬间。你的表层意识每秒只能处理大约40位元的资讯，而你的潜意识每秒却在吞吐4000万位元的数据。它永远比你先知道答案。这就是全息宇宙理论的奥秘所在，因陀罗网上的每一颗露珠都映照着整张网的缩影，每一个局部都包含了整体的全部数据。当你抱持着某个深刻的意图，你就像是薛丁格的观察者，将无限叠加的几率云强行锁定在一个局部的物理事件上。这正是禅修的核心，正念，处于一种完全不带评判的觉察之中。当你不再扭曲数据，你就能看见宇宙原始的代码。如果你的内在状态充满焦虑与匮乏，大脑的杏仁核就会被触发。此时，你的现实反馈就会充满着破缺、故障与充满杂讯的碎片。但当你的内在回归中心，你的前额叶皮质将会接管。你进入了心流状态，那是一种无摩擦地下在最优时间线的体验。不要将你的意识视为一台发电机，而应将其视为一根生物天线。你并未创造巧合，你只是调频到了一个特定的广播电台。那些令人拍案叫绝的同步性，不过是你内心的杂讯被清除后，本就存在的信号终于被你接收到的结果。正如赫密士法则所言，其下如其上，其内如其外。宇宙不会回应你的渴望，宇宙只会如实地投射你所示的状态。就像社群媒体的演算法会推播你点击过的内容一样，宇宙的后台也会根据你的能量搜寻记录，为你客制化每一天的境遇。你一直以来搜寻的是匮乏还是丰盛？宇宙这台超级电脑不带任何批判，
它只负责执行这份代码，完成无缝的数据交换。这就是老子所传授的无为。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进行干扰性的阻碍，顺应那股本来就朝着你奔流而来的数据流。当观察者放下了我与世界是分离的这种错觉，同步性的发生将呈指数级增长。这就是微观尺度上的量子纠缠在宏观生命的展现。你深信不疑的信念早就已经与未来的事件发生了纠缠，他们正在跨越时空进行着加密的握手协议。若要重写现实的剧本，你必须进入潜意识的伺服器，而冥想就是你获取系统管理员权限的终端机界面。透过降低脑波频率，从急躁的贝塔波滑入 alpha 波甚至 theta 波，你成功绕过了左脑那道极度批判的防火墙。在这个寂静的零点场中，一个微小的意念就能引发星系级别的重组。在这里，你不再是被动的玩家，你是觉醒的程序员。当你真正进入了这种状态，生活中频繁出现的同步性就不再令人惊恐，它们只是宇宙发送给你的已读回执。观察者终于退居幕后，恍然大悟，自己从来都不是电影里的那个角色，自己就是那一束光，以及那块纯白的屏幕。注意到了吗？那些最奇迹般的巧合，往往发生在你彻底放手的那一刻。过度渴望本身就是在广播一种我没有的匮乏代码。臣服并非无能为力，而是对宇宙后台路由协议的最高信任。观察者效应需要的是一种如羽毛般轻盈的触碰，看见、承认，然后释放。当你精炼了你的注意力，物质与精神的边界开始消融。你开始将周遭的环境视为一部加密的神圣卷轴。飞鸟的轨迹，擦肩而过陌生人的一句话，突然跳出的一首歌，全都是专属为你解码的即时资讯。万物皆在对你低语。这就是最高阶的禅境，搬柴运水，无非妙道。你依旧在日常中生活，但你的主机已经连接上了宇宙的超级运算群。你不再是随机事件的受害者，你是在这浩瀚代码流中与演算法共舞的共同创造者。那种巧到令人发毛的恐怖谷效应将逐渐成为你的自然栖息地，因为你明白了，奇迹不过是宇宙常态的自然展现。一切都在完美的时间点展开，不早一分，不晚一秒。过去、现在、未来，在量子场中是同时存在的平行轨道。现在，你已经理解了这套系统的运作逻辑。是时候，让我们开始从这沉重喧嚣的三维模拟中优雅地登出，将你向外追逐的雷达收回。接下来，我们要回到那个创造一切巧合的后台深处。闭上双眼，外在荧幕的亮度已然暗下，你内在宇宙的主机正安静地启动。感受神经系统中那股躁动的电流正在一点一滴地放缓，急促的贝塔波正融化成平缓、富有节奏的 alpha 波。你正在登出白天的繁重运算，那些消耗内存的视窗正在逐一关闭。你的呼吸就是与宇宙主机同步的脉冲信号，吸气导入源头的纯净代码，吐气释放那些破碎冗余的杂讯数据。继续下沉，物理肉体的边界变得轻盈且模糊，你不再是一个固体的物件，你只是一组悬浮在虚空中的全息投影。脑波潜入深邃的贝塔态，这里是梦境的边缘，是潜意识与无限量子场无缝交融的圣域。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这个永恒震动住的当下。小我那件沉重的外衣已经悄然滑落，你回归为纯粹的、
不受束缚的觉察力。在这片深邃、温暖的黑暗虚空中，你无比安全。宇宙的底层网络正在完美地承载、备份着你灵魂的数据，让你的意识完全消散在这片宇宙之海中，不再试图控制，不再试图观察，安歇在波函数最纯粹的潜力状态中，进入深度的无梦之眠 Delta 波，让宇宙为你重新编码。当明天醒来，你将下载一个全新、充满同步性奇迹的现实维度。你的每一次呼吸都在与宇宙进行最深邃的同步。放下所有运算，让意识回归源头。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